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集的节目内容呢，要来聊聊是有关于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四集。第四集的内容一开始是交代了有关于18路诸侯终于在袁绍的号召之下的集结。那在18路诸侯开会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在城外叫嚣，这个人呢就是华雄，或是有人念华雄啦。那我个人习惯是华雄啦，我也习惯念华。这个时候呢，曹操就有在剧中交代有关于华雄这个人的身份，他特别有提到华雄是董卓手下的4名猛将的第4名，前面3名是谁呢？分别是吕布、李傕、郭汜。第4名就是华雄，所以就是说呢，他是排名第4的猛将嘛，那所以大家应该是觉得说，还好啦。那没想到呢，这些诸侯们呢就派出自己手下的一些猛将去跟华雄迎战，结果没想到一个个被砍。这个情节呢，在《三国演义》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场面啊。那我就还蛮好奇啦，华雄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真的有像是《三国演义》或是电视剧里面所描述的一样这么的生猛吗？那我们就请金老师帮我们来好好的回答了。刚刚叉叉 Y 有说嘛，这是名场面，因为《三国演义》还特别有一个词汇叫做温酒斩华雄，前面有很多人去挑战华雄，结果都被华雄几刀给秒杀了，还产生了三国界的迷因，就是刚刚有人说啊，到底谁可以打败华雄的时候，有一个诸侯说我有上将潘凤，大家会觉得说天哪，上将潘凤这2个字听起来又好像很厉害的感觉，结果也是被人秒掉了。所以到现在，上将潘凤已经成为一种就是乍听之下很厉害，我的大夫已经饥渴难耐了，结果出去又被人秒掉了一个非常好笑的存在。就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关羽挺身而出说：“我来。”然后一开始还被人瞧不起，结果就说我如果回来的时候，这酒已经凉了，也当我算是输了。一出去迎战，就把别人无法解决的华雄轻松的给解决掉了，以此凸显我们的关二哥到底他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这是一个小说很棒的对称笔法，但是在历史迷心中就会觉得说，这个罗贯中又在随便乱创造历史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真正斩杀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根据《三国志·孙坚传记》当中有记载，坚负乡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骁骑都督华雄等。意思就是说，孙坚在阳人这个地方获得巨大胜利。那胜利的证明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把华雄这名将领给斩了。所以历史上真正斩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事实上，在历史当中，这个所谓关东联军因为当时所谓的18路诸侯是小说笔法嘛，照理来讲是所谓的关东各个地方官，他们派出军队一起联合攻打董卓，所以叫关东联军。战绩最优秀的可能就是这个孙坚，在众多人士当中，他可能是最痛恨董卓的一个人。我怎么说嘞？孙坚其实早年他就是以军功起家。那南征北战的路途当中呢，有一次朝廷就要去平定西边边疆民族的叛乱，当时派出来总筹所有军事的人叫做张温。张温这时候就想说，那我要呼叫各地将领或是统领精锐部队的将领一起来开会商量说如何平定西方的边疆民族。于是命令发出去了，孙坚他是非常准时立刻赶到，结果所有人当中有一个人超级大迟到，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董卓。董卓大概就这样说，我这是在西边汗马功劳我率领着西凉军你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跟西边的民族开战，我是当仁不让的战将难道你不该敬我3分吗？所以就开始耍大牌。这个时候呢，孙坚就立刻建议张温说，你把他给斩了因为他根本不服从朝廷威仪，我告诉你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有问题。张温虽然说也很气，但是他就觉得说干嘛那么冲动，我就直接把董卓给宰了，有可能，但是他底下部将万一不服从，整个哗变该怎么办？所以年轻人不要那么冲动我知道你讨厌他，我也讨厌他，但是大家要相忍为国。对，所以当时张温大概就是开始当一些和事佬，总算是把事情给勉强给弄过去了。但是呢，孙坚他一直都记得这个仇。后来孙坚接到了董卓扰乱朝局的事情，他就非常愤怒的表示说，就是因为当年张温大人不听我的话，要是听我的话，直接把那个人宰了之后，还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吗？以前无法宰他，现在怎么样？
我一定要宰了他。于是他算是所有将领当中最积极出兵的。刚刚有讲到嘛，他甚至一路抵达到洋人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性呢？首先，孙坚在讨伐董卓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跟其他的军队会合的。跟谁会合？袁术的军队会合，双方是在鲁阳这个地方会师。鲁阳距离当时董卓大本营所在地洛阳大概是120公里到130公里远。其实依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已经很近了，对不对？后来孙坚继续进军，来到阳人这个地方，他距离洛阳大概是60公里，那大概就是基隆到桃园的距离了。对，所以其实就算不用现在的交通工具，当年如果你用骑兵，如果一路畅行无阻的话，你有可能是在1天之内就杀到洛阳城下。那当时董卓也很紧张，就是哇塞，为什么这一路军队来得这么快？于是赶快派遣军队去攻打孙坚。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所以孙坚要开始怎么样秒杀对方了，对不对？很抱歉其实董卓底下的军队毕竟是朝廷所训练出来的中央军，因为他夺得了洛阳的军权嘛，对不对？还有是他从西边带过来，长期跟那些边疆民族奋战的西凉军，所以实战的能力非常的优秀。孙坚第一次与西凉军或者是说董卓军的交战，结果就是以溃败告终。当时孙坚他戴着红色头巾董卓军就说谁戴红色头巾，那个就是首恶孙坚，把他给抓起来，大功一件。然后这个时候孙坚就做了一件蛮不地道的事情，他听到说大家去追杀有红色头巾就是我，对不对？他就立刻把红色头巾给拿下来，戴在他的部下的头上，就说你帮我顶一会儿，然后就走掉了。那他的部下呢？他的部下名字叫做祖茂。在《三国演义》当中是另外一个场景，因为毕竟人家是所谓的东吴的开山鼻祖之一嘛，应该要有点正义的形象。你如果真的把历史上当中说是我有危险，来那个你替老板挡一下，这个东西写出来的话，哇，那个太损形象了。所以小说当中的描写是说，当时一片混乱的时候，是这个祖茂说：“老板，我帮你挡。”然后呢，结果就是赶快把红色头巾给拿过来。当大家要去追杀他的时候，他想要趁机反杀董卓的部将，结果反杀失败，这个祖茂就被秒掉了。这个是小说的部分。那历史上的祖茂是怎么样呢？就是祖茂被迫戴上老板红色头巾之后，也是开始一路逃到最后，他就正好路过一个地方，发现有个柱子，他就把那个红色头巾又脱下来绑在那个柱子上面。因为毕竟是大半夜嘛，能见度没那么好嘛，所以就暂时有点像是替身之术。然后呢，他就赶快滚到旁边的草堆当中，最后就躲过一劫。那至于他之后的事迹怎么样，有没有继续帮老板挡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这件事情虽然乍听之下就是孙坚这个人很不厚道是啊，这个也太惯老板了吧？对啊，有锅竟然就直接推给属下你惯老板但是孙坚接下来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就开始收拢残部，他没有因为这场败战之后就选择撤退，而继续在阳人这个地方准备迎战董卓军。此时有一个三国界知名人物出现了，是谁呢？吕布。因为当时董卓的第2批援军抵达了，想说这个时候的孙坚才刚刚被打败，窝在阳人的城池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加码再派援军，直接就把孙坚在阳人这个地方给做掉？那当时率领援军的主将是谁？叫做胡轸。胡轸底下有很多名将领，其中一个是吕布。所以历史上吕布在董卓军当中可能辈分比较低，他不是像那个什么戏剧当中演说这个是头号猛将，没有，并没有这回事他需要听胡轸这个大家都普遍没听过人的话。胡轸当时就说大家赶快赶路，我告诉你，谁赶不上路，我今天就杀一个军官给你们看。所有底下军官就想说赶路就归赶路嘛，你干嘛一定要杀我们立威呢？所以很多军官都非常讨厌胡轸，包含这个吕布在内。吕布为了恶心胡轸，这个时候就开始进一步建议，就说这个胡大人兵贵神速，我们应该更加快速度，我们才可以打孙坚个措手不及嘛。然后胡轸就觉得有道理，就赶快加速行军。所以等到西凉的援军抵达阳人的时候，其实已经被操得疲惫不堪了。然后呢，就开始与孙坚军作战。结果战况稍微有一点失利的时候，吕布就在阵中大喊说：“打败了，我方溃败啊！”然后底下的士兵就听到说：“
有人说我们会败，我们是不是输了？毕竟当时通讯的基础不发达嘛，对不对？很多人听了谣传之后，一个军心动，所有人的军心一起动，结果这场战役就被打到溃败。这个时候就可以衔接到我们前面最开始讲的，孙坚在洋人斩了华雄，可能就是在这个反击战当中获得的胜利的战果。哇，那这样听下来，孙坚好像有一点某方面程度在捡现成，可以这么说啦。对，因为毕竟古代的战场当中，有时候真的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那我还蛮好奇，那后来的孙坚又做了什么事情呢？在这场战役获胜之后嘛，孙坚就开始进一步把军队往洛阳方面挺进。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三国的名场面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孙坚攻打董卓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先跟一个人会师的，姓袁的那个嘛，对，袁术嘛，对不对？那有点像是孙坚做前锋，袁术就在后面提供后勤。结果此时呢，根据《江表传》这个史料当中有记载，有人就对袁术讲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什么意思？就是孙坚要是攻下了洛阳，他比董卓更可怕，对不对？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赶走了一匹狼，来了一个更难搞的老虎呢？其实某方面来看也是因为当年的董卓就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进入到洛阳城当中，结果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掌握了天下草局。那你不能把握说孙坚比所有人攻的都速度还快。那如果孙坚他真的攻下洛阳，你确定以后你能够好好控制他吗？所以这时候袁术就开始起疑了，就决定暂停粮草的供应。这个时候其实孙坚就开始紧张，大军都要出发了啊，没有粮食，大家在路上这样子一定士气会溃败，我们不用别人打，我们自己就死定了。所以他就赶快怎么样，冲回到那个鲁阳，也就是他们两个会师的大本营那边，告诉袁术说：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家门之私仇。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打得那么猛？第一个征讨国贼董卓，第二个董卓有杀过你袁家我是公仇私仇一起帮你报啊，结果你竟然对我有疑心，你觉得这有道理吗？袁术一听说糟糕，一时鬼迷的心窍，放心，一定帮你重新调发军粮。所以孙坚其实有因此被耽误了一小段时间，大概就是趁这一小段时间吧，董卓就觉得说孙坚真的太猛了，这样子好了，我让孙坚跟我合作好不好？所以当时董卓呢就派遣他底下的将军叫做李傕，跑过来跟孙坚讲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和亲好不好？你我结成儿女亲家，然后呢，如果你愿意答应我这个要求的话，你把你底下的那些亲族们任意填官位，我董卓全部都愿意答应你。只要你一句话，你就脱离那个所谓的关东联军，为我董卓效力好了哈。结果呢，孙坚怎么说？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以如三族，悬誓四海，则无死不瞑目。什么意思？你这个家伙啊，我如果不把你给砍了，就是把你家人都已经砍了，我还要悬给四万八方的人看，我才肯罢休。那董卓想说，这个家伙也真的是，到底对我有什么深仇大怨啊？其实孙坚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血性的性情中人哈。那最后的记载是，到最后孙坚的军队距离洛阳只剩90里的路程。这个时候大家会说，等一下，你前面都用公里，现在突然用90里，到底这个90里是多长？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地方正好可以来对照一下。历史上有记载说，洋人距离鲁阳100余里。那我们刚刚有说嘛，鲁阳距离洛阳大概是130公里左右，洋人大概是60公里左右，所以大概所谓的100余里，也就是所谓6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距离洛阳90里，你可以想象，大概只剩下40-50公里而已了。所以其实董卓就会越来越紧张。好了，故事说到这边呢，我们还是聚焦回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是有关于温酒斩华雄的部分哦。那温酒斩华雄的情节到最后面呢，确实就是关羽获胜嘛。那在电视剧里面有演到说，接下来刘备被赐予了所谓的第19路诸侯。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历史上的意义呢？我觉得第一个，它本来就没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小说乱编的嘛，根本不是关羽斩华雄嘛，对不对？也是啦。前面有提到，那是凸显关羽的战
战斗力。但是我其实觉得说，戏剧用另外一种方式还原了小说的场景。为什么？因为当时就是大家对华雄没有办法的时候，关羽就请战，然后大家都说关羽哪位啊？对啊，因为里面的人都说啊，你只是个区马弓手嘛，其实就是所谓的基层士兵嘛。人家大将上将潘凤出去都被人秒杀，你一个小兵出去干什么？是，以此来凸显说刘备三兄弟当时在联军当中到底身份有多么多的低微。结果呢，没想到这一个平凡无奇的士兵秒掉了对方的大将。天哪，你都那么厉害啊，那你的结拜大哥是不是更加的厉害？后来刘备三兄弟在联军当中有开始比较受人重视一些。当然啦，戏剧这部分就更夸张，就直接说好，就因为你斩了华雄，你变成第19路诸侯。毕竟我们读三国的人都知道嘛，我们的刘备备哥嘛，对不对？他未来就是三国当中的3大男主角之一啊。是，所以这个时候才让他正式的登上舞台。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小说或是戏剧想用一种对比的方式，你前面有被人家怎么样看不起，后来就会怎么样让人家感到高攀不起，就是有这种对比的效果啦。好的，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聊到了有关于华雄跟孙坚的故事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跟节目的内容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更新哦。我们下一集的你不知道的三国再见哦，大家拜拜，拜拜。Thank you.